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海贼王》剧场版《黄金城》。这是一艘全长1万多米的黄金巨船，上面黄金铺地，宝石砌墙，夜夜笙歌，纸醉金迷。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城——黄金城，是世界政府承认的独立国家和非武装地带。他的掌门人就是这位身穿西装的长腿欧巴土豪哥。他的手中掌握着全世界20%的黄金，是鼎立世界的大富豪。草帽团是一路嗅着金钱的铜臭味赶到黄金城的。刚来到黄金城的地盘，大家就震惊了。天空中飘着闪闪发光的东西，落在手中一看，分明就是金粉呐！天空飘洒的金粉落在身上，仿佛穿着一件金色铠甲，就连城内的海水也是金黄的。桑尼号载着众人来到城内，中间的一个黄金舞台上，世界首富、世界第一艺人土豪哥正在和几个美女伴舞，在上面表演。路飞等人正在兴头上，突然冒出来一伙海贼袭击草帽团。原来他们这一伙在土豪哥的黄金城赌场输光了钱的赌徒，跑来闹事的。不出所料，这些有眼无珠的闹事者被草帽团的战士们几招就轻松摆平。土豪哥双手一挥，金色的海水里突然窜出来无数条黄金触手，将那几个闹事的海贼捆绑起来。那些海贼被触手拉到空中，一开始还活蹦乱跳的，突然失去行动力，变成了一个个黄金雕像。土豪哥欢呼一声，黄金城周围立刻喷射出黄金喷泉，将这个金色的夜晚推向高潮。桑尼号在金碧辉煌的港口靠岸，路飞等人刚一下船，迎面来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大美女大漂亮。大漂亮自我介绍说自己是 VIP 接待专员，专门接待草帽团这种 VIP 贵宾。这时候开过来一辆由8个肌肉乌龟做动力的豪华轿车，大漂亮将众人请上车，自己充当司机，带着众人在黄金城内游览。黄金城虽然是一艘巨型轮船，但是更像是一个观光海岛，上面的设施应有尽有。在巨型轮船的头部还有2只巨大的乌龟，因此这艘船不会受到任何海流和风向的影响。作为一个自由移动的独立国家，可以去往任何地方。大漂亮带着几个人换了身白色的礼服西装，然后带着大家来到了黄金城的招牌区域赌场。大漂亮对路飞等人说，像他们这种 VIP 级别的客户可以在赌场赊账。于是草帽团先设了2000万贝利筹码，路飞随便抓了一把钱，便和乌索普、乔巴跑去参加乌龟赛车。这种比赛一次参赛费就是100万贝利，一共有6辆车子参赛。比赛没有任何规则，可以随意改装车子，赛况十分激烈。乌索普的驾驶技术十分了得，配合路飞的能力，毫无悬念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草帽团在赌场里势不可挡，无论去赌什么项目都是大赚特赚，幸运无比。2000万贝利的本金整整翻了1倍多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有土豪哥的团队在背后操纵。娜美正在为赢钱而雀跃不止时，大漂亮邀请草帽团去 VIP 房间，那里有更激烈的赌局等着他们，高风险高收益，一旦赌赢就能成为亿万富翁。娜美一听还有这么过瘾的赌局，兴致正浓，一口答应。于是大漂亮领着众人乘坐电梯，见到了赌场的安保大头哥，他是穿果实能力者，可以穿过一切无机物。他领着众人穿过黄金大门，进到了 VIP 室。大漂亮给草帽团介绍的赌博项目非常简单，其实就是传统的猜点数大小，只不过玩法更具观赏性。庄家是一个喜好挨揍、极其抗打的家伙肌肉男，由他将2个巨型筛子扔向空中，用一个大罐子接住筛子，再用自己的头撞碎罐子，看里面骰子的点数大小。大漂亮说，赌场可以再借给草帽团3亿贝利的筹码，这可是一夜暴富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。布鲁克认为还是谨慎为妙，路飞却直接把3亿贝利全部压了上去。第一局大获全胜，筹码翻倍，草帽团赌性越来越浓。这时赌场的老大土豪哥带着蓝色头发的美女来到 VIP 室，他豪气冲天的提出了和草帽团赌一场，如果草帽团赢了将获得10倍的奖金，如果草帽团输了也不用付出10倍的赌金，只是娱乐一下，毕竟自己的钱多得花不完。路飞将全部的筹码压在了单数上。旁边的大漂亮脱下手套，一边夸赞路飞，一边将手按在他的肩膀上。罗宾认为里面必定有诈，但是赌局已经开始，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庄家肌肉男飞向空中，一记头锤锤碎了大罐子，里面是2和6双数点，草帽团全赔。原来大漂亮是吃了晕果实的能力者，只要被他碰到的人运气就会变差。路飞不仅输了赌局，下一秒竟然还肚子疼了，然后踩到了香蕉皮，连摔几跤。草帽团意识到上当受骗了，这不就是抽老千吗？土豪哥告诉他们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忤逆他，如果不乖乖还钱，就去做奴隶。
草帽团想要反抗，但是土豪哥的手下能力都十分棘手，大漂亮可以吸收他们的好运，肌肉哥极其抗打，而大头哥的穿果实能力可以在墙壁和地板间来回穿梭进行偷袭。当然，最棘手最恐怖的还是土豪哥的能力。索隆奔过来也要砍了他，土豪哥轻轻挥手，索隆的身体就变成了黄金雕像。他是金果实能力者，可以操控一切他接触过的黄金。在草帽团刚进入这里的时候，淋过了金粉，那些金粉里面就有土豪哥的能力，他可以随将他们变成金色雕像。所有的人在进入这里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在土豪哥的控制之下了。土豪哥告诉草帽团，如果1天之内还不了钱，就公开处刑索隆。娜美看土豪哥身边的那个蓝头发的美女很眼熟，事后两人在街上一见面，果然是老相识，以前都是干偷盗事业的同行。蓝发妹居然在打土豪哥那些黄金的主意，而且他还弄到了土豪哥塔顶金库的备用钥匙，那里可是足足藏着5000亿贝利，足以买下一个国家了。土豪哥之所以如此嚣张，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，是因为他把自己巨大的财富拿出一部分献给天龙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天上金。因此海军和世界政府才对土豪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仅如此，土豪哥还支配着黑暗世界，是一个黑白通吃的大佬。蓝发妹提出来和草帽团联手，只要弄到这笔钱，赎出索隆就很容易了。娜美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。路飞倒是无所谓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救出索隆就行。草帽团和蓝发妹妹就此达成合作。不过娜美对蓝发妹一直很不放心，她还清楚地记得曾经她和蓝发妹一起被海盗抓住，结果呀，蓝发妹丢下娜美自己一个人跑路了。不仅如此，蓝发妹还把娜美藏起来的财宝全部洗劫一空。娜美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草帽团和蓝发妹制定了严格的偷窃营救计划。第二天晚上，众人展开行动，路飞和弗兰奇一组从外围入侵中控室，夺取影像电话虫的控制权。蓝发妹则负责掩护其他人潜入赌场。她带着大家向塔顶奔去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路飞却因为大意暴露了自己。弗兰奇跳出来准备掩护路飞逃走，结果土豪哥突然赶到，路飞见跑不了了，那就打吧。不过在这个黄金城里，只要有黄金，只要路飞他们身上有金粉，他们就绝对打不过土豪哥。土豪哥几下子就把路飞解决，大头哥则利用果实能力制造了一个空间，把路飞和弗兰奇关到了里面。另一边，娜美和蓝发妹也触发了警报，安保很快赶来。这些杂鱼虽然不可能是山寨他们的对手，不过这样一闹腾就引起了更大的骚动，几个人只好逃跑，误打误撞来到了天龙人居住的房间。他们将天龙人劫持，换了天龙人的衣服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在赌场的走廊里。安保人一看是天龙人，哪里敢怠慢，赶忙把他们送进了通往金库的通道。路飞和弗兰奇掉入了地下的一个黄金监狱，这里的地面铺着金沙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黄金做的，想从这里出去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出去了，也绝对打不过土豪哥，除非能够有办法去掉身上的金沙。监狱里的其他的囚犯告诉路飞，有一个通道可以通往地下的迸阀，那里可以引入海水，只要经过海水的冲刷，身上的金沙就会被除掉。不过这个通道里面十分凶险，住着黄金蝙蝠，曾经有很多人去挑战，但是全都失败了。黄金监狱里有一个特别的囚犯，他就是革命军的干部赌徒马库斯。他劝路飞放弃抵抗，毕竟这种事情都是玩命的，而且胜算很低。作为赌徒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赌法。路飞根本不听劝，只要有一丝的希望，他也不会放弃。他想也没想，跳入通道。紧接着，大家听到里面传来了拳打脚踢的声音，一只黄金蝙蝠被揍了出来。弗兰奇跳进通道里去找路飞，其他人受到路飞的鼓舞，也跟着跳进通道，一起往外逃。大家经过重重的机关，终于来到了位于最下面的迸阀那里。但娜美他们这边很不乐观，当他们来到金库门前，以为打开大门就能得到5000亿财宝的时候，结果却发现这一切都是蓝发妹和土豪哥的骗局。门的后面根本没有所谓的财宝，而是一个天台。土豪哥已经在对面等着他们了，索隆的公开处刑也将在这里举行。不仅娜美他们的行动在土豪哥的监控之下，路飞和弗兰奇的一举一动也都被影像电话虫实时监控着。草帽团的整个行动过程都被作为一种娱乐的赌博游戏展示给公众，人气特别高。路飞和弗兰奇终于打开了迸阀，源源不断的海水涌了进来。虽然他们身上的黄金诅咒被解除了，不过由于土豪哥设的机关，地下房间被封死，只要海水灌满房间，他们就会被活活淹死。土豪哥利用能力把娜美等人抓起来，然后准备对索隆实施处刑。但是在关键时刻，现场的灯光突然熄灭，紧接着在天台周围本来要喷射金沙的喷泉里，突然喷涌出大量的海水，所有淋过海水的人身上的金沙都能被洗掉，彻底从土豪哥的能力中解放出来。索隆也是重获自由的其中一人。原来蓝发妹是个双面间谍，她早就把土豪哥的所有阴谋都告诉了草帽团，草帽团被土豪哥困住，也都是演戏给他看的。
整个草帽团只有路飞和索隆不知情而已。土豪哥恼羞成怒，将赌场内的黄金全部召唤出来，黄金如同奔涌的洪水一样，将那些看戏的路人甲淹没其中。土豪哥更是黄金加身，化身巨人。路飞则使用3档，一拳锤过去，两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，结果路飞被这股力量击飞，二人的决斗正式拉开了帷幕。关键时刻 ，CPU 前老大斯潘达姆突然出现，他用海龙式的铁链绑了路飞，无数的赌场安保从各个方向冲出来。斯潘达姆告诉路飞，这个世界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会胜利。这时候，革命军的干部马库斯带着手下站了出来。金钱和权势都不是束缚人的工具，人们应该为了争取自由而战斗。路飞对马库斯颇为欣赏，挣脱了铁链后，一拳将斯潘达姆打倒在地。罗布路奇率领海军也赶来凑热闹，却被二哥萨博制造的熊熊烈火给阻拦。路奇也是个暴脾气，一见萨博立刻变身暴形态，冲过去就干架。土豪哥手下干部肌肉男身穿黄金战甲，手持黄金巨斧袭向索隆，索隆用双刀拦了下来，随即进行反击。肌肉男是个受虐狂，身上的黄金铠甲几乎让他刀枪不入，被索隆连砍数刀都毫发无损，而且越被打越是兴奋。突然2道黄金触手出现，抢了索隆的秋水和3代鬼彻。肌肉男夺过索隆的佩刀，旋风斩一样疯狂攻击索隆。索隆利用武装色霸气，双手硬生生的扛了下来。失去2把刀的索隆无法使用3刀流，但是他还有更厉害的招式，5刀流黑绳大龙卷，一道龙卷风将肌肉男卷向空中。接着索隆抽出河道一文字，使出了黑道刀死狮子哥哥，一刀就斩裂了肌肉男的黄金铠甲，肌肉男倒地不起。大头哥拥有穿墙的能力，山治很难抓到他，不过他的套路早已被罗宾看透，大头哥的穿墙能力只能穿过无机物，罗宾花花果实变出来的手脚都是有生命的，可以轻易的抓住大头哥。罗宾将大头哥死死困住，山治憋了一肚子的火气，一记恶风脚，一记绞肉踢，将大头哥活活踢残。而大漂亮则吸收了同伴的好运气，转化成自己的好运。这样一来，乌索普等人的攻击对他几乎是无效，他可以利用运气巧妙躲开。大漂亮仅以一枚金币作为武器，不论他怎么出手，都能准确无误地命中乌索普他们。不过，乌索普可是悬赏金2亿的大神级人物，对付这种偏门左道的恶魔果实能力，他最为擅长。乌索普将一个游戏机用大弹弓发射出去，当大漂亮利用硬币攻击乔巴和布鲁克时，乌索普的游戏机子弹精准地将那枚金币吞入。大漂亮的好运气让他中了头等奖，不过这个头等奖也将他所有的好运气全部耗尽。乌索普仅用一枚骷髅爆炸星就命中了大漂亮，将他打倒。现在只剩下土豪哥了。土豪哥的黄金高达势不可挡，几拳就将路飞打得浑身是伤。路飞接连陷入苦战，然而土豪哥却偏偏对娜美出手了，这彻底激怒了路飞。路飞2档冲过去，将娜美和蓝发妹接住，然后丢出战场。罗宾十分默契的张开蜘蛛网，将2人接住。土豪哥的黄金高达一拳将路飞砸进了地里，路飞爆发4档，硬生生将土豪哥的黄金全都震碎。4档弹跳人从地面一跃而起，对着黄金高达的脑袋来了一招大圆王枪，黄金高达被击倒了。土豪哥解除了黄金高达形态，黄金化为液体，如同海啸一般将周围所有的人淹没其中。土豪哥则屹立于黄金之上，如帝王一样俯视众人。他的金金果实能力早已觉醒，整个黄金城的黄金都为他所用，他用这些黄金永远的束缚所有人。路飞十分愤怒，冲过去一招狮子火箭炮硬刚土豪哥的黄金重锤神罚，一招重击将土豪哥的招式打了回去，瞬间黄金碎裂，碎片和金沙满天飞舞，土豪哥终于被打倒了。但是事情还没有完，这个地方即将爆炸，必须马上逃离。而蓝发妹却表示要将船开远一点，这样能减少一部分人的牺牲。娜美表情复杂，被弗兰基硬生生的拖走了。革命军、海军还有草帽一伙都在等着最后的倒计时，然而没有等到大爆炸，反而燃起了烟花。乌索普用望远镜看了一下，原来这是蓝发妹搞的鬼，她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船上的黄金。娜美摸到身上有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女子要凭智慧生存，小贼猫娜美完全被上了一课呀。我是先锋军，咱们下期见。